雪山绵延千里，雾凇上飘下了晶莹的雪花。这是真正的雪吹雪了。溪流蒸腾，仿如仙境。我在零下39度的清晨醒来。哇，外面有日照金山呢。OK， 现在我要跑过去拍张自拍，倒计时30秒。我找到这棵最孤独的树啦！北纬48度，穿越准噶尔盆地，我们来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神的自留地——阿勒泰。哇，这画面好有意思哦！这里万里冰封，冰晶像钻石般闪耀。这是北疆的冬日诗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在新疆的冒险。我们现在到了乌鲁木齐了，来取了我们这次旅行的大车，应该可以说是。为了保障这次能够顺利抵达目标，我带上了一辆增程电动车，并且给它换上了最好的雪胎。阿勒泰那个地方，它下雪量很大，所以我们为了这次的雪地驾驶准备了很多东西。这是这个防滑垫，然后我们还准备了脱困板。一般是用不到的，就怕你万一要用到的时候没有就不好了。这是某一天早晨，为了多拍摄几个车经过的角度，我们倒车了5-6次。想着自己装备如此完善，还有这在北海道和冰岛丰富的雪地驾驶经验，一个不注意没控制好方向，我就掉进了沟里。翻车了！我刚刚退了起码有5-6趟吧，都没事，就这一趟出问题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再好的装备和经验，也不敌一时的马虎。我的右后轮完全陷下去了，车的底盘也被雪架了起来。用这个小铲子挖了快1个小时，也无济于事。当然，禾木送给我的见面礼不止这个，还有足以诠释神的自留地的童话世界般的风景。哇塞，哇，这是山尖的，这太漂亮了！现在螃蟹在开车，我在飞无人机，我们可以从整个上方看到这个村子的全貌。不行，这路况太复杂了，有人，然后有超车，慢就行。600米后右转，进入小路，即将右转，进入小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谢司机。你好。你这随时拍我呀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现在给你导航，你跟着我走吧，我牵着你走。你把那个在车上，我自己能开车吗？不是，就里边一个小道，可以的。真的可以。你把那个右下角你有一个越野脱困模式，你点一下，越野脱困。行，他自己把底盘升了，可以了。我需要用这么困难的模式过这条路吗？因为里边它有点中间有个坎儿，底盘高一点会比较好。别把我撞死了，来吧，进来。这个小狗一直跟着我，别啊！别咬我！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考验这个底盘高度了，没有问题。那边就是了。小螃蟹的开车技术了得呀，在冰岛练得不错。这到处都是狗啊！我们这边有一个秋千，然后呢，这里处于一个稍微高点，底下呢能够俯瞰到下面的房子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。这个桌子上的雪是准备的蛋糕吗？哇，切好了，禾木切糕，1000块一块，要不要？跟大家卖一个关子，我现在要开窗帘了。
景最好的地方。这简直就是一个画框哎！每天早上起来坐在这儿，啊，你说就算是办公啊，或者是来上一杯咖啡，在这看看书。小白，你可以在这儿看你的 Kindle 哎，会不会很享受？那你到底是看风景还是看书呢？这个风景多美！看电视。看了个什么鬼伴你实名举报小螃蟹来的路上不跟驾驶员聊天提神，自顾自地嗑着瓜子，看了500多公里的电视剧。这事不能完全怪你。螃蟹。你们6道堂负责不剩下的哦，一点儿你是享受啊，嗑着瓜子看着电视。想你的风体，这个牌子终于见到真的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显得太与世无争了。马上就要日落了，我们现在出去 City， 哦不，这不叫 City，Village walk 一下。嘟嘟。哦，我这儿一出来就是日落，太阳刚刚好到半山腰上，现在只有山上还有最后一丝光线了。哦，这边在喂马哎！哦，是，这个马在吃这个草。还有。哎呦！到这里来之后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将伴随着我鼻毛的冻结。这个地方气温太低了。哇，发现好东西了！这边有人在玩滑这个滑板，你看看。会玩，我就不滑了，我打算爬上去看一下，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找。爬呀，我的手表显示我已经爬到10层楼了。今天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雪有多深啊！我现在是把裤子封住了我这个脚口，所以就算是有雪套了。到这个膝盖下面的位置，我像在雪里游泳一样。我现在已经到大腿了。那么既然付出了这样的代价，我们能获得什么呢？看一看吧。让我们抬起相机，当当！现在我以这个树的这个为前景来看，真的好漂亮，我好喜欢这样。我现在想躺下来，真的就是躺在那种棉被上的感觉，真舒服。这不比床上差。白桦树和这种小木屋真好配呀。冬季的禾木在6点半迎来日落，但日出却要在15个小时后才能见到。昨天晚上的电池是131公里，今天早上起来是128公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外面的温度，现在外面是零下20度。哇，这个是阿赫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上次还是在乌库楚。是的，又是冰天雪地的，不过。哎，这个地方比乌库楚冷多了。北京时间8点40啊，新疆时间。现在天太冷了。看我今天戴上了狗皮帽。拜拜，理想同学，翻车吧。好像说过了这个桥，啊，后边这个山上爬就是了。早上好啊！哎呦，好帅啊！你这个口音可以。哦，你们来了新疆吗？就成为新疆人吗？融成本地吗？太标准了，你这个说的。是什么地方能见到马是一种常规的交通工具？哎，这河还没冻住啊？没有，回来想拍一下。拍。这禾木河吗？哦，这边有一个马道和步行道，步行道的这边是什么也没有，得开路。马道的这边路修的特别好，这是有车开的。这位滑雪痴到了禾木之后，根本就没来看过，一直在滑雪，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。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今天给他拉出来了，可以看一看这边的风景了。我们从禾木桥出发，爬坡40分钟左右，终于抵达了观景台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！这个地方，我们是自己纯爬上来的，我们棒。这边已经有一些人了。我操！哎呦我的天呐！我还很少遇到衣服被冻成这样的时候，好玩。越冷的地方我就越开心。哇！后来还有小狗，
小狗陪看日出呢。从我来到这里，下山时看到禾木村的第一眼，就觉得它是一个满足我冬日幻想的童话小镇。现在环境温度比较低，看一下这个拖影。现在飞了一下，我暂时不敢飞了，我把我手收起来了。刚刚冻得觉得疼，一直飞，然后不疼了，我得放一会儿，看一下现在多少度。哦，现在零下36度。啊，真冷啊！没来过这么冷的地方。你无人机飞着了吗？没有，无人机还在天上，我现在手冻得不行了，我暖一会儿。不行，我现在下来了。旁边有个狗的脚也都冻僵了，这个狗在舔它的脚，也是冻得不行了。现在36度，贼暖和，贼暖和，贼暖和，才36度，但是是负的。够攒劲，攒劲。希望我的手没问题，我是真的不疼了，我的手。回去吧。Links 为了拍这个视频已经把手冻没了啊！嘿，不要奶我！我在拍这个屏幕的拖影，这已经废了。还是先进去吧，真不能再拍了。童话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寒冷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先是觉得手冻着痛，接着就不痛了，那一定立马放下相机，赶快找到温暖的地方，不要让冻伤进一步的恶化。我们现在喝点咖啡，咖啡耶。如果我们之后运气好，再次回到这儿，而且是有日出的话，应该能看到钻石城。有些时候，你专程去探寻的事物不一定会如期而遇，反而可能是会在不经意间给你一个惊喜。在禾木的第二天，我们请阿赫教滑雪。现在我们在禾木滑雪场的山顶，这里海拔2800，大家可以看后面这个是信号塔吧，反正全是一片白。一开始的天气很差，能见度很低，但在最后一圈，当我们慢慢滑出云层，好明显！对，快滑快滑！现在钻这个背景滑。我们走过好多个冬天都没见过，今天居然在滑雪的时候无意拍摄，但是真的看到了钻石城。宝宝，这边有钻石城 ，Diamond Dust。哇！只有在山上才能看到。对呀，哦，太好运了！当时的注意力完全被钻石城给吸引，都忽视了太阳周围的那一圈光晕，直到在喀纳斯再次见到它。哇，头一回看到这种现象，太阳旁边有好大一个圈儿。这应该是日晕。理想同学，这是怎么形成？理想同学，中午好。日晕是怎么形成的？日晕是天空中常见的光学现象之一，通常出现在太阳周围。简单概括理想同学的话来说，由于气温低，云中的水滴变成6棱柱状的小冰晶，太阳光穿过这些冰晶发生折射，于是就产生了太阳周围的这个圆圈，这就是日晕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阳光的地方，正对着太阳，就可以看到空气中飘着的应该是冰晶，就是空气中水色凝结的，应该不是雪，因为现在是晴天，没有下雪。在这样极度寒冷的地方，总是会有各种打破认知的现象发生。零下30多度的早晨，喀纳斯河没有冻结，反倒是看起来热气腾腾。理想同学，为什么冬天水面上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雾？冬天的空气温度通常比水面温度低，
这会导致热的空气与冷的水面接触时出现蒸发现象。这些蒸发出的水蒸气在空气中冷却时，会以微小的水滴形式聚集并下降，这就形成了薄雾。进入喀纳斯景区后这么几天，我们的油量也告急了。为了接下来能够顺利露营一晚，我们找到了景区里最后的加油站。这里是最后一个加油站了，我们要在这边补满能源。没有95，加油98。我们刚刚在底下有一个村子里有个超市，然后他说他过3天就走了，他也不开了。太冷了，也没啥生意。啊，你们也不开了？还有别的在开的吗？再没有了。我冬天真的来在这生活太不容易了。商店老板告诉我们说，前几天的突然降温把他们的柴油车彻底冻住了。冬季这边游客很少，所以相关设施也基本都关闭了。我们也是运气好，在他关门前能够补充一下物资。在禾木那边甚至都没有加油站，需要打电话让人帮忙带油桶过来自己加。没有见过在没有加油站的地方要怎么加油。是运进来的油桶，这一桶40升吗？30升。是这样的。运进了吗？我必须要一直拿起来。对。那挺累的。还要把手。加满油也该向着我们本次最终目的地祖国边疆小村白哈巴出发了。为了能够一直记录车窗外的风景，我就在后座架起了三脚架，刚好第2排座椅下方设有插座，我就能给相机边冲边拍了。李阳同学，我想听你的名字。好啊，让我们一起欣赏《雾 Zero》的《你的名字》钢琴版。哇，这画面好有意思哦！哈哈哈。左转，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白哈巴村，这里就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方了。到这里的景色跟禾木又完全又不太一样。大家看，这里有好多羊，它都在看着我的，没见过。我觉得可能是之前啊，像禾木，因为现在游客比较多嘛，当地的人的这种身影变少了一些，但是白哈巴村这边这些村落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原始。这谁家这么富有？就是这位大爷的产业了。我看他在马圈旁发呆，就过去搭话，人特别好，还邀请我去家里坐坐。他们应该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专业相机，我也就刚好给他们拍下纪念照作为礼物了。哦，这鞋有，没事，脏的。你好啊，你好。哎，我是想刚给大爷拍了2张照片，想要是用那个什么手机，可以之后发给你。哎呀，对，你们要是用微信什么的，我能发给你。哎，这好，这可以，你看。后来回到酒店跟老板聊了才知道，大爷居然还是酒店的房东，土生土长的哈萨克族，还有一只蓝色的眼睛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这个院子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过来可以看到整个村落，还有后面隐隐约约的雪山。前进 check in， 这是小狗 ，Hello。
哎呦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小平头。小平头。在酒店门口，我们遇见了这俩活宝，棉花和小平头。他们出生在这样寒冷的边疆，在这里，只有最聪明又坚强的生命才能活下来。你要进攻我吗？小平头，不要在车底下，很危险。豌豆挑衅小平头。别挠！别挠，挠不得，挠不得，挠不得。坏的。这狗跳的，猫和狗都是，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很难熬过这个冬天吧。现在他俩是这家酒店的看板宠物了。这个地方真的太特别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现在的感受。这就是边境之美吧。第一天我们见到了这样雪白的白哈巴，第二天则是万里无云。在村口孤独的树旁，迎来蓝调时间。我找到这棵最孤独的树啦！啊，现在到了这棵树的树下，它的这个树枝形状的确是很特别，跟旁边所有的都不一样。哦，这边没有树，所以你真的是这里最孤独的树了。你看，咱们去北海道去了好多次，每次都会去看那个树。如果以后每次来到白哈巴，应该会再来看它。如果你被这棵树引导到这里，那你看向四周会有惊喜。大家看，后面就是雪山，然后那边也是雪山。这棵树引导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，我也赶快退到旁边，看着他们留下今早美好的记忆。今天早上本来呢想让小朋友拍下我进车的画面，结果呢说是 S3 没电了，这早上充满了电拿出来的。那你再看看我吧，我这个领口还可以吧？最搞笑的是这个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包本来呢它还是有一定软度的，都硬了。梆硬了，这梆硬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要把这个 S3 的电给它充上了，看看它实际上还有多少电。实际上还有这么多，反正我这个电池可能也是老了吧，它是直接被冻到没电了。零下36度，今天早上，妈耶！接下来我要干的2件事，可能从未有人在这里做过。哇，大中午的，今天天晴了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去充电吧。啊，真漂亮！哇，这光线是真的太强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到达了白哈巴的充电站。没想到在这么边境的地方，这么偏远的地方，居然有充电站，太神奇了。扫码充电出来了。那么到充满电为止的这1个多小时里面要干什么呢？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坚持锻炼跑步，但是每次苦于出来旅行的时候，经常会拍星空啊之类到很晚，就没有办法去保持这个训练。一旦长时间不跑，你的这个身体机能呢就又下降了。那么刚好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太阳也这么大，车又在充电，这里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。那么今天选择用冬季长跑的方式来认识一下白哈巴村。然后出发之前先热个身。好 ，OK， 那么在跑步的时候带了一个 Action 4，来记录我路上可以看到的风景。现在呢，大家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开始在白哈巴的冬季零下30度长跑吧。OK， 现在头冷了，我就把帽子戴上了。大家一定要科学锻炼。我们先看一看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吧。呜呼！呜呼呼呼！哇塞，从来没想过我能在这样的地方跑步，坚持我的锻炼计划，太棒了，真漂亮！现在跟着我的脚步，我们进入白哈巴村了。哎呦，你干嘛？干嘛？
其实我是一直都想要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这一次就实现了在白哈巴冬天跑步。哎，今天这么好，咱们就尽兴多跑一些吧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打架了！行，这是小严。Hello， 吓跑了！好漂亮！我的脸已经热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！不了，你快停啊，大哥！你别在这下来顶我。我是不是可以去牧场应聘一个赶牛人的职位？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领口以及我的胸前这些白的，应该就是我出的汗，然后出来冻住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段，其实在这种地方跑步，你需要时刻保持自己的身体高温运转。一旦凉下来，还穿的比较少的话，在外面就很危险。上车暖暖。跑了1小时08分。李阳同学打开座椅加热，打开座椅按摩，座椅帮你搞定了。锻炼完，好好享受一下按摩啊！跟他说一下接下来的计划。为什么我要把车的电充满呢？因为今天晚上据说有流星雨。其实呢，我一直都特别想挑战最低温露营。之前在北海道呢是2020年初的时候，零下22度，所以这里呢将是我挑战最冷露营的地方。今天晚上带着满电的车，然后还有大量的油来做我的后勤保障。希望今天可以度过一个温暖的星空之夜。回到酒店，好好休息了一下午。日落前，酒店老板说带我们去一个好地方。吃完了饭，老板带着我们出来，说找一些小众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小众的地方，说是前面那山坡还能上去，这不是本地人绝对不知道。老板姓齐，也是一个喜欢公路旅行的人。他也去过很多国家，越过很多的野。不知不觉，他开着车上了山，然后开始越起了野。把这个打开，越野脱控，就他会把底盘升起来这样。哦，还可以。老板带我们找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，山我觉得特别好看啊！对，你抠了一个爱心出来。哦，这边雪现在比较硬了哈。哎，对，它这雪冻得有点硬，深度不是很深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冲一下到这儿来。对，可以的。这个地方就完美，就这儿了。你看这地方只有我们进来，它没有车辙印，只有我们的车辙印。对，我今天就在这儿车中泊露营了。这地方视野很开阔，视野太好了。为了晚上我自己过来更安全，贴心的齐老板决定帮我把这块雪地给彻底开拓出来。是啊，不是会滑是更好。哇，漂移啊，漂移，太好玩了！哇，太这个程度，是不是玩脱了？啊，是不是玩脱了？没事，我有自救的东西。什么自救的？我有脱困板和铲子。哦，绝对能出来。这里挖一挖。啊，对，这里挖。这里是我们的脱困小铲子。反正没有一次脱困成功过。这次绝对可以。来吧。反正他经常是陷车里、陷雪里，然后就让人去救他。哦，这次我们可以自救了。对，这个可以挖开了。我带的装备究竟有没有白费呢？你看，铲出来底下的这些硬块雪。就是刚被底盘压到的部分，这就是车被抬起来的表现。又出来一个，动了，风火轮，我出来了！啊，太厉害了！
直接推出来了，我们获救了，自救了。自救了！光柱！这是我们见过最金黄的光柱啊！上次在滑雪场的时候是那个纯银色的银白色，然后现在是这种金色的光柱，太漂亮了。来到白哈巴之前，从未想过我们能够找到如此秘境的地方。现在看了日落，车也已经脱困，就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晚上吧。走了啊！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去体验零下40度吗？吗？把猫放进来陪我吧。小平头进来了，平头进来了，那我自己看星星去了啊！今天晚上可是流星雨呢，拜拜了啊！拜拜。哇塞，冬季银河好亮啊！一个人没有，太漂亮了！这个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晰的星星，从来都没有。因为实在是太暗了，我的快门是1/4秒，会有些拖影，大家忍一下哦。但是拖影都全是星星呀，真的毫不夸张，这是我第一次用相机直接能录到这么清晰的冬季银河，这太夸张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开始搭建我的营地。这个就是它的露营床垫了，全车座椅放平。李冉同学打开车内灯光。10秒后，座椅即将开始自动调节。前排开始往前推了。是因为太冷了吗？所以凳子有点硬绷的。我搞反了，这才是透气的，大哥。强烈建议大家养成提前练习的好习惯。我不太熟悉这个床垫的用法，所以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气泵也需要提前充好电，并进行保暖措施，否则太冷了会不工作。不行了 ，HS3 已经阵亡了，它已经开不开机了。现在换 Z8 拍好了，现在就 Z8 扛得住了。现在都不知道多少度，我天！我给大家读一下，不知道拍不拍得清。现在也是零下37度，我的妈耶！嘿嘿嘿，我要赶快进车里暖和暖和了。哦，可以呀、就在刚刚，我的手机也都没电了，然后放在口袋里，现在才暖起来。哎呀！妈耶，这个床也太大了！我现在头在后备箱还没顶到头呢，我脚前面还这么宽啊，太爽了！然后我现在把我最外面那个羽绒服脱了 ，S3 也终于能开机了。还有一块电池，我刚放在羽绒服里边都冰凉的，然后装到相机上也开不了机。我先把它放到那个出风口，正在给它加热。我把这个电池就怼在这儿加热，然后八子正在外面辛勤的工作。我们先把灯关一下，然后看看八子在外面，好吧？李冉同学，关闭车内所有灯光。搞定。现在真的是一片漆黑，等着我现在把 ISO 调到最高40万。哇，我可以透过车窗现在看到外边的星空了。李冉同学，来一首适合星空下听的音乐，能看到外面的这个树，还有这个星星。哇塞，现在太爽了！我正在车里躺着看星空，现在19度，还是相当暖和的。等我铺好睡袋，没想到齐老板带着热咖啡和烤羊肉串来看我，给你带了一杯热咖啡。哦，哇塞！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个羊肉串有点凉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心情特别好。哎，流星，我看到了，划过去了。排右车窗正在开启。
哦，大家早上好！哇塞，早上好啊！我迎来了第2天温暖的早晨。大家可以看看我现在能够看到的风景有多漂亮。我的窗外就是这个雪山。然后呢，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窗，它刚好有这么一个能放东西的台子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哦，这就是这棵树了。哇，这个我觉得我得拍张照片。坐这儿的风景真是太好了。这个树陪伴了我1个晚上呢。哎呀，昨天晚上的星星是真的太漂亮了。趁着这个温度，我来试一下泼水成冰好了。打了有热水，我把帽子戴上。哇塞，真的！那就在离开这儿之前，去跟树一起合个影吧。